如果你经常熬夜加班，那么一定要注意了。老辈人常说凌晨3点是一天里阴气最盛的时辰，你以为熬的是加班费，说不定就已经踩了不该碰的忌讳了。所以说上夜班时千万不要打瞌睡，更要时刻警惕身边的同事们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陪你加班的同事到底是活人还是阿飘。全网都说手机电量待7必刷恐怖片，说白了不过是幸存者偏差罢了。而真正的恐怖电影玄学藏在电量带8里。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今天的职场恐怖故事上夜班。咱今天的主角叫小强，是个刚大学毕业的毛头小子，好不容易找着份会计的工作，可把他乐坏了。结果这小伙也是点子背，赶巧不巧碰上了盂兰节，也就是中元节。老辈人都说这日子鬼门大开，可不能乱说话。可小强年轻气盛，压根不信这套。结果刚走到半路，一辆货车堵在路中间，车上还搬着纸扎的玩意儿，眼看就快迟到了。小强当场就急眼了，我们要包容，忍耐忍耐。妈，不是我没有包容的心，问题是今天我这个活人第一天上班，而且还要迟到了，真正死人是不是可让我一下？哎，Troy，不要讲这些话，没有礼貌。我只讲实话而已啊！他妈赶紧拉他说中元节人家做普渡呢，多等会儿不碍事。可小强这暴脾气根本听不进去，嘴里还不干不净的，那嘴跟没把门似的。最后气不过，直接推开车门说要步行去公司，谁也拦不住。他妈拗不过他，临走前塞给他一把香和一个护身符，千叮万嘱让他下班烧几炷香，跟鬼神赔个不是。毕竟刚刚说的那些话太不吉利了。可小强瞅着这玩意儿，觉得他妈就是事儿多，随手就塞包里了。他哪能想到就这俩不起眼的东西，关键时候还真帮了大忙。小强跟着导航往公司走，结果没走2步就感觉脚下踩了啥东西，低头一看，好家伙，踩着一堆纸钱灰了。他也没当回事，一抬头突然冒出来个保安，直勾勾的盯着他。可保安一句话让他有点摸不着头脑。盂兰时节，出入小心。小强心里咯噔一下，硬着头皮打了个招呼，就赶紧往里走。眼看要迟到了，刚好前面有个穿红衣服的女人进了电梯，小强赶紧小跑2步跟进去，寻思省得再等下一趟。结果刚追上电梯，那红衣女人居然凭空消失了。正纳闷呢，刚才那个保安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他身后，那脸阴沉沉的，吓得小强一哆嗦，赶紧按了电梯关门键。电梯终于到了办公楼层。小强刚走出来，旁边嗖地一下窜过一个人影，又给他吓得一激灵，还没开始干活呢，咋净整邪乎事儿？他硬着头皮走到公司门口，敲了半天门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正犯嘀咕呢，旁边又传来动静，一回头又是个保安。小强瞅着这保安心里嘀咕，这公司看着也不大，咋请了这么多保安呢？咋走到哪儿都能碰见？等他再转过头，直接吓一跳。看这公司也没几个人，小强尴尬的打个招呼，也算是跟大家认识了一下。可他心里总感觉哪里不太舒服，但也说不出来。咱再回头说那个保安，他回到自己的岗位上，可诡异的是，那个进电梯的那个红衣女人就直挺挺的站在他旁边，离他也就半米远，他居然跟没看见似的，该干啥干啥。一转眼就到了晚上，小强第一天上班就被迫加班，心里虽不乐意，但也没办法，谁让公司业务忙呢？好不容易下班准备上车时，他却没看见同事阿伟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路边烧的纸钱，还在那儿骂骂咧咧的。谁在这里烧东西？哎呀，弄脏我鞋子。你真的是有够水耶！反正都是钱，拿来用啊，用什么用？几个人说说笑笑的走了，丝毫没注意到那个保安在不远处死死的盯着他们，这肯定要出事儿。第二天，小强照常上班，刚到公司楼下，又在同一个地方碰见了那个保安，还是直勾勾的站着，跟个木头桩子似的。更邪乎的是，那个红衣女人居然又出现了，依旧走在他前面。小强心里犯怵，但也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跟上。火急火燎地冲进电梯，结果这回红衣女没消失，就站在电梯角落里一动不动。可进了电梯，小强突然觉得不对劲儿，这大夏天的，自己嘴里居然哈出白气了。能哈出白气，说明电梯里温度骤降啊！但是啥能让温度突然变低呢？小强心里瞬间就慌了，后背直冒冷汗。他下意识地回头望了望红衣女人，那女人依旧面无表情，可小强总觉得浑身不自在。电梯门一开，他赶紧跑出去，还想回头确认一眼，可电梯门哐当一下就关上了。小强安慰自己是加班太累产生幻觉了，可他没注意到电梯最后停在了4楼，这楼层可不简单，后来可是要了老命了。很快到了晚上，
小强又被留下来加班，正低头算账呢，突然听到楼上传来哒哒哒的声音，跟弹珠掉地上一样。紧接着周围又响起了诡异的笑声，下一秒小强吓得猛地惊醒，原来是他刚才趴在桌上睡着了。这时刚好到了饭点，同事们喊他一起去吃饭，小强这才缓过神来。可他发现女同事阿玉居然不坐电梯，非要走楼梯，小强就纳闷了。你不打走楼梯啊？哇，你终于讲话了！电梯这样窄，我才不想跟你前胸贴后背哦。窄？不会窄啊！今天我跟个女生一起搭电梯，空间还蛮大蛮舒服的啊。大学生哦，哎呦，不要这样饥不择食可以吗？我真是看错你啊！看来我要跟那2个妹妹讲才可以。小强一听直接蒙圈了，心说不对呀，我这2天早上都跟红衣女人一起坐电梯，空间明明够用，俩人站着都不挨边，咋就窄了？就在吃饭的时候，胖子看小强一脸纳闷，就跟他讲了个公司的传闻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！就是啊，你们不觉得公司的电梯特别窄的吗？对哦，真的是很窄耶，而且有天板隔着就很奇怪。对，传说有个女人在里面自杀，然后她的血溅到到处都是，怎么擦也擦不掉，所以他们才把后面隔起来。小强一听，当时吓得是头皮发麻。胖子讲完就吃饱了，起身回去加班，小强也赶紧跟上。与此同时，瘦子没跟他们一起吃饭，正一个人在公司看足球。瘦子正看得起劲呢，突然也听到楼上传来弹珠掉落的声音。演了哦，每晚都这么吵，当我是 plastic 做的是吗？这小子也是个暴脾气，不惯着这毛病，直接抄起扫把对着天花板就捅，嘴里还骂骂咧咧的。可他捅了半天，声音不仅没停，反而越来越大。就在这时候，瘦子的电话突然响了。喂，这关门给小姐进来哦。瘦子心里犯嘀咕，刚放下电话，又听到外面传来小孩的笑声。他以为是同事没关门，拿起棍子就往外走，结果一看，外面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反而飘过一个他从没见过的保安。这事儿越来越不对劲了。另一边，小强吃完饭回到公司，打算坐电梯上楼，刚走进电梯就被吓了一跳，还真跟胖子说的一样，这电梯窄的离谱，只能塞进一个人，俩人站进去都得贴在一起。小强心里越想越慌，前2次坐的时候明明宽敞的很啊，咋几个小时的时间突然就变窄了？他下意识地瞅了瞅电梯的楼层按钮，这一瞅直接吓得腿都软了。昨天早上明明看到有4楼，可现在按钮上只有3楼，原来的4楼居然变成了3A。就在这时候，小强的嘴里又开始哈白气了，那股熟悉的寒意再次袭来，心底的不祥预感直冲脑门。他小心翼翼地抬头往上看，只见那个红衣女人居然倒挂在电梯天花板上，直勾勾地盯着他，还冲他咧嘴笑。这大半夜的谁能受得了？小强吓得嗷一嗓子，连滚带爬的冲出电梯，鞋都差点跑丢了。冲出电梯，俩同事也闻讯赶来了。胖子一脸不屑，觉得小强是加班加傻了。走进电梯一看，里面啥都没有。我跟他一直随便乱讲的，你还当真？你发神经啊！小强这时也开始怀疑自己，难道真的是自己眼花了？为了让自己清醒，小强跑到厕所洗把脸，可刚把水泼到脸上，厕所的灯突然啪的一下灭了，整个厕所陷入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小强吓得一哆嗦，赶紧掏出手机打开闪光灯，摸索着走出厕所。可他走到办公室一看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，就连刚刚胖子和瘦子全不见了，这公司瞬间就空了。小强心里发毛，顺着走廊往外走，结果在门口看到了白天那个保安，他居然在和同事瘦子蹲地上打扑克，可俩人的状态明显不对，面无表情，动作僵硬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对方，跟中了邪似的。无论小强怎么喊，他根本都没反应。你怎么在这边赌博呢？手，赌手，我2次。
再吹一个鱼，保安见小强走过来，突然开口说话了：要不要赌？我有很多钱，你不要赌钱，可以赌手、赌脚，还是你要赌眼睛？话音刚落，保安居然真的伸手把自己的眼珠子抠了下来，拿在手里把玩，小强当场裤兜子都湿了，吓得魂飞魄散，转身就往办公室跑，连头都不敢回。这时候他才彻底相信自己这是真的撞鬼了。跑到办公室，他赶紧翻找背包，想起了母亲给的护身符，不管信不信，这玩意儿现在可是他的救命稻草。刚把护身符攥在手里，外面就传来咯噔咯噔的脚步声，是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。不用想也知道，肯定是那个红衣女人来了。小强赶紧缩在办公桌底下，死死捂着嘴巴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红衣女人挨个桌子找他，高跟鞋的声音越来越近，小强吓得浑身发抖，眼看都快哭了。就在他以为自己要被发现的时候，脚步声突然停了，小强松了口气，以为红衣女人走了，可下一秒幸好小强赶紧掏出那个护身符，红衣女人看到这个护身符，居然发出一声怪叫，转身就跑了。真别说，这护身符还真管用，关键时刻果然救了小强一命。赶紧掏出手机想给同事打电话求救，可这破手机关键时候还掉链子了，怎么打都打不通，一点信号都没有。小强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往外走。刚走到电梯口，就听到电梯里传来女同事阿玉的求救声。小强赶紧跑到电梯门口，结果发现阿玉被关在电梯里了。可就在这时，阿玉感觉身后发凉，下一秒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要过来啊，你真的不要过来啊！有鬼啊！可电梯里除了阿玉啥都没有。小强正纳闷呢，电梯突然开始上升，最后停在了那个并不存在的4楼。危急时刻，那个保安大哥突然赶了过来，小强这才反应过来，哭哭啼啼的跟保安大哥说了刚才的遭遇。保安大哥叹了口气，跟他解释：这栋大楼啊，本来就是人烟稀少，而且啊，累积了很多阴气。再说啊，现在是盂兰节，那些鬼魂啊，到处乱跑。你们啊，好死不死啊，乱讲话，得罪了他们。现在惹事上身了。说完就带着小强往4楼去。两人来到4楼，推开门一看，不光阿玉被带过来了，胖子竟然也直挺挺地站在房间中央，眼神呆滞，跟丢了魂似的。保安大哥说他被鬼带入幻境了。阿飘正在迷惑他，再晚一会儿他的阳气就被吸光了，赶紧把他叫醒。小强终于打开了门，冲了进去，上去抬手就给了胖子几个大嘴巴子，啪啪2声，胖子猛地一哆嗦，终于醒了。就在这时候，红衣女人突然现身了，站在房间中央，眼神怨毒地盯着他们。保安大哥质问他：你已经死了很久了，为什么不走？走？我的仇还没报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害你的人不是他们啊！所有男人都一样，他们都想占有我，玩弄我，然后抛弃我。我是不会放过他们的。是你自己没有放过你自己，才会变成孤魂野鬼的。不要和我说教，不然我就让你的下场和他们一样。话音刚落，红衣女人轻轻一挥手，胖子和瘦子突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吊了起来，双腿在空中乱蹬，眼看就要喘不过气了。瘦子不知道啥时候冒出来的，估计是被鬼保安带上来的。小强彻底慌了神，保安大哥也是一脸无奈，只好使出他的独门绝技。看来只能出这一招了。说完，他扑通一声跪了下去，对着红衣女人疯狂求饶。壮士啊，请你饶了我们吧，请你原谅我们啊！请你，喂，下来，姐妹还是谢灵人，你呀，快点跟他们道歉呐！求求你，放过我们的。眼看没办法了，小强这才想起母亲给的那把香，赶紧从包里掏出来，点燃后跪在地上，诚心诚意的磕头道歉。对不起啊，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啊！我们今晚有礼貌，我们认识终于对不起，是我们的错，求求你放过。这香一烧起来，红衣女人的身影竟然开始变得透明，
胖子和瘦子也扑通一声掉了下来，这下总算是安全了。原来母亲给的香和护身符都是老辈人传下来的东西，带着满满的诚意才能打动阿飘。看着红衣女人慢慢消失，小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这一劫总算是躲过去了。经历过这件事以后，公司里的人都老实了，再也不敢乱说话，也不敢对民俗传统有半点轻视。第二天，大家一起到楼下上香，诚心诚意的给被冒犯的阿飘道歉，请求对方的谅解。也就从那以后，那个红衣女人再也没有出现过，电梯也恢复了原来的宽度，4楼也变回了原来的样子，公司里再也没有发生过诡异的事情。小强也彻底变了个人，再也不是那个年少轻狂口无遮拦的毛头小子了。故事到这里也差不多结束了。其实这片子并不是要吓唬谁，而是想告诉咱要对传统习俗和未知事物有敬畏之心。俗话说得好，举头3尺有神明，做人做事留一线，说话办事要过脑子，不要口无遮拦，啥话都往外蹦。而那些民俗规矩不是封建迷信，是老祖宗留给咱的智慧，教咱谨言慎行，心存善意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啦，我是听雨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